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古元和萧炎等人回到联盟总部时，失踪了半个多月的竹坤正站在大殿之外，他的身后还站着紫妍。一见到萧炎等人，竹坤叹了口气，他没想到自己只是被关了这么些年，一出来就见识到了魂族的各种手段。古人说，如今之计只能尽量多联合一些人，只要能打破天空上的大阵，魂天帝的美梦就会破灭。但这句话刚说完，他就苦笑出声。放眼整个斗气大陆，现在又有谁能打断魂天帝的计划？萧炎苦笑着说，没办法，现在他们只有这个办法了。一旦让魂天帝进入斗帝，大家就都完了。竹坤手掌习惯性的搓了搓，他看了一眼身后的紫妍，深吸了一口气，说也不是全完了。魂天帝能进入斗帝，他们这边也可以制造一个。竹坤的话一出，空间瞬间凝固，就连古元都忍不住张着嘴，愣愣地看向竹坤。所有人都觉得竹坤的话毫无可信的程度。严禁声音干涩地问他，是在说笑吧？不知为何，他在问这话的时候，心中涌上了点点希望。如果竹坤此话不假的话，他们这个死局就有了破解之法。看到众人都是一副质疑的目光，竹坤让他们放心，他没有那个闲心来逗他们玩。若真得老天相助，他们这边的确能够出一位斗帝强者。古元激动的手都有些颤抖，他让竹坤把话说清楚一些。竹坤抬起头，看向上方被他从古地洞府中搬出来的异火广场。其实地品除丹并非是古地洞府中最珍贵的东西。竹坤袖袍一挥，众人眼前一花，全都出现在巨大的异火广场上。萧炎的目光在那些没有任何能量波动的异火柱子上扫了扫，最后顿在那高达万丈的石像上。急性子的雷银什么也没发现后，忍不住问这里有什么古怪。竹坤目光复杂地看着古地石像，问他们可知驼舍古地的来历，或者说他的身份吗？在场的人全都摇头不语。驼舍古地跟他们就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他们也仅仅只是在古籍上见过他的名字，对于他的身份和来历却是半点不知。古元沉吟片刻，努力回忆着族中极其久远的记载。驼舍古地在当初可以说是横空出世，据说他进入斗帝之时，天现双日，天地崩溃，无穷火海从天而降，笼罩了将近一半的斗气大陆。而在经历了进入斗帝的惊天动地场景后，驼舍古地就再度销声匿迹。照理来说，他进入斗帝后所在的家族和他有着相同血脉的族人，应该也会在瞬间激活血脉之力，享受着第一代斗帝血脉的好处。但整个斗气大陆却并没有新的远古种族出现，也就是说，他并没有任何族人。竹坤肯定了古元知道的这些事情，而后他话音突然一转，问他们可知道异火榜上排名第一的异火究竟是何名？萧炎心头一震，异火榜上23道异火，可第一的位置却一直是一片空白，没有人知道排名第一的异火究竟是什么。但奇怪的是，很多炼药师冥冥中都知道，在虚无吞炎之上，还应该存在着一种更强的东西。萧炎忍不住开口问竹坤，可知异火榜第一位的异火是什么？竹坤的脸上浮现一抹诡异的笑容，这个世间哪有什么第一的异火？众人眉头一皱，想要反驳，但却发现他们似乎的确不知道排名第一的异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天生万物各有其灵，异火也是如此。据竹坤所知，曾经有一种异火诞生于天地之间，它千年成形，万年聚灵，万载潜修后，它冥冥中略有几分变异。一般异火成型，极少会主动离开它的诞生之地，但这个异火在拥有灵智后，却是沿着地底岩浆而走。它在地底之下游荡千年，以吞火为生。异火榜上21种异火都曾被它吞食过。萧炎迟疑着问他，吞噬之能似乎只有虚无吞炎才能办到吧？竹坤轻叹一声，异火中就如同缩小的人类帝国，即便生而富贵，坐拥高职，也依然会被推翻，互相吞食。这对异火来说就是一种本能，只不过一般来说大多是以强吞弱。而这个异火与众不同的是，它吞火时会懂得趋吉避凶，以弱为先。当他吞了20道不同的异火后，就算是虚无吞炎和净莲妖火这种异火中天生的霸主，都只能在他面前匍匐称臣。
听到这里，萧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听竹坤的意思，所谓的异火榜第一，并没有专门的名字，只要谁能够从残酷的异火吞噬中脱颖而出，谁就能够成为异火榜第一。竹坤点点头，异火的吞食会有极大的概率让两种火焰对冲，进而引发自爆，所以只有顺利吞食其余21种异火并顺利存活的，才有资格成为所谓的异火第一。而那道异火在攻城之后自命帝炎，而后他再度修炼千载，方才破世而出。那时候的人称他为驼舍古帝。当听到驼舍古帝就是异火榜上排名第一的异火，所有人都被这不可思议的消息震得有些回不过神。他们怎么也想不到，斗气大陆至今为止的最后一位斗帝强者，不是人类，也不是魔兽，而是一道秉天地而生的火焰。等到在场的人陆陆续续清醒过来后，古元深吸了几口气，问竹坤这些事可保真。竹坤笑着说，按年龄来算的话，在场的人连他的孙子辈都算不上。这些远古的消息，斗气大陆上还有谁比他知道的更清楚？众人苦笑一声，开始逐渐接受这个让人很难相信的事实。古元眼睛一抬，问竹坤这和他所说的进入斗帝又有何关联？竹坤目光紧盯着面前的石像。古帝洞府中有2样东西最珍贵，一是被混天帝得到的地品除丹，二是驼舍古帝留下的地支本源，也可以说是他留下的传承。地支本源才是古帝洞府中最珍贵的东西，和它相比，地品除丹确实有些下乘。若是能够得到地支本源，他们这边同样能够有斗帝强者出世。众人的眼睛陡然一亮，古元兴奋地问竹坤地支本源在何处，又该如何得到传承之力。说罢，古元有些担心竹坤以为他垂涎地支本源，连忙说竹坤才是最有资格得到传承的，他们只是想要抗衡魂族，并不想过分争夺什么。竹坤苦笑一声，若是他能够得到地支本源的话，早就将其炼化吸收了。这段时间竹坤费尽心机，却至今毫无所获。他用手拍了拍石像，地支本源就在这里面，不过却没人进得去。就算是他和古元联手全力攻击，都无法将石像轰碎。众人全都围了上去，摸着古帝石像。急性子的雷银摸了摸之后，突然一拳狠狠地轰在石像上面，一道闷声响起，只见雷银的身影擦着广场倒飞了数百丈，方才狼狈地稳住身形。古元他们这才发现，石像竟然有着地支本源的庇护。竹坤无奈地说，地支本源就隐藏在石像中，但他们却无法打破石像得到它，而且地支本源也并非是什么人都能吸收的，一个不慎便会被反噬。他想着驼舍古帝既然是异火，说不定会比较亲近萧炎。萧炎没想到话题会转到自己身上，他苦笑着说，现在还是先将地支本源取出来再谈会好一点。众人眉头紧锁，全都没有什么头绪。就在萧炎打算放弃的时候，小一出现在他肩膀处。小一盯着石像，脸色变幻不定。他低声说自己能打开石像。话音一落，竹坤和古元立刻出现在萧炎身旁，死死地盯着小一。萧炎有些担心小一的状态，他让小一试一下，若是不行的话，就不要逞强。小一小小的身形缓缓升空，最后悬浮在石像心脏处的部位。他体内的纪年妖火涌出，化为一道火焰光束，射在了石像心脏的位置。高达万丈的石像表面泛起一股股奇异的波动，随着石像颤抖的频率越来越频繁，一道咔嚓声响起，石像胸口处缓缓裂开了一个石洞，一种柔和的光芒弥漫，这些光芒笼罩在广场上所有人的身体上。随着光芒附身，雷银、严禁等人脸色陡然一白，他们的双腿直接跪伏而下。在他们之后，竹坤和古元的身体居然也在这股威压下缓缓弯曲。没多久，他们2人终于力竭，砰的一声也跪伏在地。整个广场上唯有浑身弥漫着数种异火的萧炎一脸茫然地看着矮了自己一截的众人，显然他还不明白为何自己没有遭受到那种可怕的威压。竹坤脸色涨红，嘴里骂着该死的驼舍古帝。古元发现挣扎无果后，直接放松了下来，被一位斗帝强者压制，倒也算不得什么羞辱。光芒从古元等人身上褪去，最后化为一道光束，将萧炎笼罩住。
竹坤的脸色有些复杂，他有些羡慕萧炎这个好运的小子。当年他就是因为贪图地质本源，才会被困数千年，没想到这东西却选中了萧炎。好啦，今天的视频都是讲到这里啦，我们下集再见，拜拜。